这就是清朝时被俄国抢走的海兰炮，现在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如今在俄罗斯治下已经有167年。海兰炮这座城市发展状况如何？是否还能看到一些中国的痕迹？我从黑龙江的黑河出发，进行布拉戈维申斯克2日游，用视频呈现真实的海兰炮。早上，跟团游的游客们都在黑龙江边大国旗下集合。夏季的黑河气候凉爽，大家基本都穿上了外套，有人甚至穿了羽绒服。游客们以老年人为主，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中年小伙。游客到齐后，我们开始从黑河口岸出境。不知道是何原因，黑河口岸出境速度是我经历过的中国陆地口岸中速度最慢的。出境后遇到第一件奇葩的事情，就是黑河到布市直线距离750米，明明有便捷的2022年就已经通车的中俄黑龙江公路桥，我们游客却要排队乘坐摆渡船。根据游客里流传了几十手的信息，不保真，说是俄罗斯方面要求必须坐游船，毕竟这750米的单程船票就要75元，到了冬天江面结了冰，气垫船的单程票价还会涨到150元。果然，在俄罗斯人眼里，一个个的中国游客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人形钱包。10多分钟后，摆渡船抵达破烂的俄罗斯港口，接着游客们进入破烂的俄罗斯口岸。我经历过4个俄罗斯的陆地口岸，没想到这个口岸居然是效率最高的。检查我信息的俄罗斯边检大姐颇有几分姿色，怪异之处在于脸蛋比我还小，身体却相当于我的2倍。俄罗斯梅姐明显不怎么会中文，但她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发音读出了我的名字。我怀疑她这段时间迷上了读中国人名字这样的小把戏。我的内心略微起了一些波澜，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和这俄罗斯妇女对打，按照我这弱鸡体质，可能很难占上风。出了布市的口岸大楼，我们上了游客大巴，看到的第一辆车就是中国的新能源品牌。坐在大巴上看布市的市容，发现有点低估它了。我之前曾到过俄罗斯曾经绝密的核武城市，又小又破旧。我在心里把布市与它对标，实际情况是，这里虽然没有大都市的气息，但道路宽阔，城市配套齐全，有点我们国内地级市的风采。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之后的第一站是去餐厅吃午饭。餐厅装修的还不错，服务人员都是俄罗斯本地人。我预测这第一顿饭估计是要安排俄罗斯大列巴和红菜汤。到了上菜环节，发现厨师绝对是东北老哥，因为每上一个菜，游客们就集体报菜名，都是东北人民喜闻乐见、百吃不厌的家常好菜，不仅分量足，味道还很地道。估计导游是考虑大家初来乍到，第一顿还是控制一下风险，毕竟大列巴既考验牙，还考验腮帮，红菜汤又酸又甜，难以下咽。这顿饭大家吃的都很开心，直呼厨师老铁666。都说俄罗斯女人过了18就是46，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身材。有句话说得好，年轻的俄罗斯妹子就没有难看的，但一旦结婚生育，她们就面临着美学崩塌，同时爆发力量感，感觉那些俄罗斯妇女把我扛在肩上，能走完一个全马。正式的第一个景点是一个漂亮的东正教堂，导游的讲解充满了手机里东北主播的氛围感。上看上边有大金球，金球上边有3道梁，3道啊，还有一个斜梁啊，家人们，这个3道梁呢都有说法的啊。第一道小横梁呢，它是代表犹太人啊；第2道大横梁呢，是犹太人呀把耶稣的手钉在上边的啊。下边呢有一个小斜梁，家人们啊，这个斜梁呢就是说，你信仰耶稣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在人间做了好事儿，死后呢，耶稣呢会通过这个斜梁让你上入天堂的啊，你下入18层地狱的啊，家人们，来，咱们进去自由活动啊，不允许上商店啊，不允许上商店啊，家人们，啊，上商店罚款的啊，那么车费你自己掏。教堂里贴了一些中文的告示，这个教堂确实很美，典型的小清新配色，绿色的屋顶，蓝色的塔，再搭配金色的洋葱头。我莫名的感觉它像是一家米其林餐厅里的精致摆盘。教堂四周满眼都是鲜花，小气的俄罗斯大妈在日光之下似乎在追忆那水一般的年华，曾经她也如同这些花儿一样灿烂，所有经历的欢喜忧愁便是晚年能够盘点的人生果实。我想我此生都不会忘记曹飞和杨孝伟，前者打中我的右眼，
后者向我借款2000元后消失。教堂的正门口竖立着强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爱辉条约的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是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但对于我来说，他甚至都没资格在我的视频里正脸出镜。这次的布市2日游价格是900元一人，包含了吃住行的全部费用，必须要带上护照，900块就能出一次国，还要啥捷安特。有人说布市条件不行，连火车站都成为景点，噱头十足的实弹射击，是把枪架在那里，你上去只是扣动一下扳机。这900元的团费，有800元花在了俄罗斯定位上，到底是真是假？请大家跟紧我的镜头。下一站是去黑龙江边，有列宁雕像和凯旋门等好几个景点，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免费。有游客感叹，这个列宁雕像有点太小里小气。导游说，你以为列宁有多高？1.64米。著名的凯旋门附近正在施工，一片狼藉。这个地面采光景在国内很少看到，真不怕下大雨后雨水倒灌吗？这就是被围蔽起来的凯旋门，始建于1891年，是为了迎接来布市视察的皇太子而建。1928年，凯旋门在发大水时被严重冲毁，并在8年后被彻底拆除。2005年，市民捐款在原地重建了这座凯旋门，所以我感觉这条黑龙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黑龙江被俄罗斯人称作阿穆尔河。黑龙江原为中国内河，清代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北京条约，商中游被划为中俄两国界河，伯利以下的下游全部变成俄罗斯内河。现在我是站在俄罗斯一侧的江岸，远眺祖国的黑河市。上一集我说过的巨大5星红旗，即使是隔着黑龙江，看上去仍然醒目而雄壮。旁边的摩天轮更有一股摩登现代的美感。这对无辜路过的俄罗斯母子，目前尚能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2分钟之后，绿衣小男孩被中国游客团体发现，场面开始抽象了起来。可爱的俄罗斯小男孩沦为合影道具，中国的爷爷奶奶们轮番上阵。刚开始被迫营业的小男孩还能稳住心态，卖力表现。随着轮换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俄罗斯小男孩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翘大拇指都有些无力。恍惚的眼神中，小男孩似乎在内心拷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虽然中国爷爷奶奶们稍微有点冒昧，但看得出来，大家对俄罗斯小男孩确实都是充满了真诚善意的喜爱。也许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社交边界感，但此时此刻的氛围总体来说很友善、很热烈，是发自心底的对幼儿的喜爱与疼爱。所以我建议观众们不要对中国大爷大妈们进行苛责。俄罗斯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我到过的每一个俄罗斯城市都会在市中心放几件退役的武器，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江边就放了一艘退役的军舰。如果我说俄罗斯尚武但不善战，许多人可能不认同，他们会说俄罗斯人从基辅附近那么一小块地方，地盘扩大了400倍，近现代这么多战争，俄罗斯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怎么能说俄罗斯不善于打仗呢？如果我们从交战双方的战争资源，包括人力、工业规模、科技实力、战略纵深等维度来进行对比，俄罗斯在许多战争中都具备明显的优势，但最后打出来的战损比都不尽人意，太多时候俄罗斯都是惨胜。但我之前就讲过，决定战争最后胜负的并不是实力的差距，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对于损失的承受能力。比如越战，越南伤亡800万人后仍然继续战斗，但美国死亡几万人，就有10多万美国学生涌入华盛顿抗议，社会分裂加剧，最终败退越南。美国比越南强了几个等级，却在战争中失败。俄罗斯人对战争损失的承受能力几乎是全球最强之一，这才是他们真正厉害的地方。江边一段护栏上挂了无数同心锁，爱情很珍贵，也很可笑。如果你看重爱情的结果，那么爱情是一坨狗屎；如果你看重爱情的过程，那么恭喜你，你活得更通透。这时的爱情是一坨裹着巧克力的狗屎。这么多同心锁，有多少对男女现在仍然在相守？而那么多开花结果、白头偕老的男女之间，又有多少爱情可言？爱情就如理想，想要安身立命的人，总是要寻求一个美好的寄托。当我们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一定认为他们相濡以沫，其实他们有可能才结婚1年。人生就是这么无奈，最佳的选择是
把狗屎外面包裹的巧克力精心地刮下来，好好享受它，别去想太多。穿过世界的海洋，在未来的风里流浪，我在空中挥舞手掌，你迎风歌唱，我们开着时光机，在无垠的星海夜航，窗外宇宙星河灿烂，你泪光闪闪，一个擦肩，变过一个光年，我在时间河流旁，等你看过繁华落尽，再和我一起旅行。一个转念，便是平行世界。我在安静旋转里等你抚我理想之情。